好，这个影片要来讲的是这个开发环境的基本介绍。那其实这一篇就只有讲说你一开始新手所需要知道的基本的地方就好。那其他剩下的，我觉得碰到的时候我们再去了解就好。因为其实一开始你讲的很完整，那其实对新手来说也是。走马看花，根本也记不了多少，所以我觉得就是先讲一些基本需要知道的，那剩下的就是之后碰到我们再学就可以了。好，那接着我们就切到我们的之前上一章，我们先建立自信心的这个 Hello World 的专案这边。那我们先从右侧的这个像是目录结构的东西看起。那像第一个我们从最上面开始看，第一个这个叫做方案，那我们这边把它锁起来，这里后面有写1之1个专案，那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方案里面其实可以拥有多个专案，那什么时候会需要说我一个方案里面会有2、3个专案存在呢？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一个专案它就可以提供一个Web API 的功能，那有可能你们自己个人或者是公司有写一些方便的类别库可以做一个使用，那这个时候可能一个方案里面就会有多个这个专案或者是外加类别库，什么意思呢？我们这边可以新增一个专案，我们来加一个 C# 的这一个类别库找一下在这里。那我这边就是比如说我是公司的类别库，公司好用的。那你的这一个方案里面的目录结构可能就会长这样子，就是你们公司有写了一个通用公司都在用的一些类别库，那你在开发的时候就可以把公司的这一个类别库引入进来，那你这个地方就可以跟你的这个你自己正在写的这个 Hello World 的 API 做一个区分，不会说你都要把所有的东西塞到你的这个 Hello World 的专案里面，你们可以做一个区分，就会有这种情况，就变成一个方案里面可能有好多个专案，或者是好多个专案加类别库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是一个方案可能有多个专案的情况之一。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 Hello World 的这一个专案，我们这边可以先了解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按右键，然后这边有个编辑专案档，这个按下去之后，它会出现一些基本的属性。那基本上我们没有太多特殊的需求，其实这边不会加太多东西，就算有加，也可能是你安装一些套件的时候，它会帮你加一些东西。基本上我们大部分的情况是不会来管它里面设定什么，都有可能是它帮我设定好就好了。那但是这边值得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先从第一个来看好了。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目标的版本，那我们就是用 Net 8.0，所以这边很清楚的应该是了解到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专案的目标版本。那第二个这个又是什么呢？这个就设成 enable 的时候，就是说如果当你某个值有可能是空值的时候，它会提出一个警告。那我们这一个系列教学，我们会先把它设成这个不要警告不要警告。那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要警告？比如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只好了我们把它打开。如果我把这个问号拿掉它就会出现警告，警告说这个属性不可以为空你可能要去考虑一下宣告可能为空。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这个可以看到这个虚线的东西，它是绿色的，其实它只是一个警告。这个警告存在的时候，其实我们程式是可以正常的去做一个运作。有没有看到这边程式
一样是可以成功启动起来，它就单单只是一个警告而已，就是 IDE 工具提醒你说，哦，这边有可能会造成你的一些程式的一些错误发生，但是只是可能而已哦，所以它并不会影响你真正的运作。简单来说，它只是一个提示而已，所以我们这个功能就是说我关掉这个提示，我不需要你提示我。那所以说今天你开这个就是要它提示你，然后你再去对 ID 工具告诉他说，比如说我下这个问号，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值确实我有可能是空的，我告诉他我知道它有可能是空的，那他看到你告诉他这样子，他就不会再做警告给你，也就是说他确定。应该说你确定认知说你其实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好，那 ID 工具就不会警告你。那当你没有注意到这个值有可能发生空值的情况，那它就会提醒你。那提醒你的时候，你就要去做一个注记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用意。那我曾经接触到一个专案，哇，这个专案一打开。全部都是几百个警告，吓死人。那这对强迫症的我，这个是看得非常痛苦。那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关掉的，因为如果他知道这个东西可以关掉，那他就关掉就好。那今天如果他打开的意思就是说要 ID 工具提醒你，那他都提醒你了，你还留一堆警告在这边，代表说你根本没有 get 到这个东西是要做什么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开发习惯是不好的。你要知道说他为什么要这样警告你。如果你今天不想要他警告你，那你就在这边打上 disable， 或者是其实它的预设就是 disable， 因为当我把这一行拿掉的时候，代表说就是回归预设，我不要下任何指令。那这时候我拿掉的时候，就可以发现我把这个问号拿起来，它一样不会有任何的警告出现。那这个是一个刚刚这个 nullable 的一个功用，它其实只是告诉 ID 工具说，请你提示我这个值如果有可能是空的话，你要叫我注意，然后我注意完之后去给它标上一个提示就是 ID 告诉你，你再告诉 ID 说我注意到了啊。那不过因为我们这个是入门的，所以我不想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所以我们就先暂时把这些提示关掉。那等你以后熟了，而且有需要ID 这样提示你，你自己再把它打开。那我们这个课程会先把它关掉。好，那第三个设定是什么设定呢？它这个设定就是说，你的专案会有一些 U 型它帮你预设载入了。预设载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可能上面都会有一些 U 型，但是它会预设载入一些 U 型一些类别库，你就不用说每个专案头顶都打一堆东西。其实有一些东西就很常用或者是很需要会用到的，它其实有帮你载入，你就不需要在头顶都把它打出来，会觉得很阿杂，每个头顶都一堆东西。那这个设定就是这样子那这边它是启用的，如果我们把它设成 disable， 你就会发现这边我看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它开始错误了，说我找不到这个类型，因为我没有 U 型这个东西进来就会说很多你看这边又没有，这边没有，我找不到。好，那就是你必须都要把它U 型进来。那这个设定就是说我那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你就不要再叫我都把它加进来了，会有点烦有点烦这样子。那这是基本的设定，我们就先了解到这里就好。好，那接着我们就来开始看右侧的目录有什么样的东西。第一个这个暂时可能新手不会用到我们就跳过。第二个，这个属性下面有一些设定档，那设定档我们新手这边只要了解到一个东西就好应该说两个东西。第一个，它有设定这个你启动的 PO， 我们来看一下启动。那基本上启动一个环境，你一定要让这个执行环境有个 PO。那我们预设通常一般浏览的是80 PO， 但是我们开发是不会占用到80 PO 的，所以它会在这边设置一个 PO。
那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个7045的 PO， 那7045的 PO 在哪里呢？是这一个设定。我们今天把它改成55，存档之后，我们再按 Play， 就会发现我的 PO 变成55了。那刚刚4045的 PO 就没有办法执行了，所以 PO 的改变是在这里。那这个可能有时候你开启多个 Studio， 然后你可能刚好这么巧。其实它每次你建立新的专案，这个 PO 会随机帮你产生一个，那你刚好那么巧两个专案就是碰在一起，那你就可以错开一下 PO， 可以在这边修调整。那你会说，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又是什么？这个是 HTTP 基本上它同时我们同时会开两个 PO， 就是 HTTP 跟 HTTPS， 但是现在都会用 S， 所以我们专注在这里就好了。那这里又有一个设定，这个设定是什么？这是一个 IIS 的简易版的 IIS 的设定，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其实它有多种启动方式第一种这种启动方式是因为像我们 Core 其实是一个跨平台的，那跨平台的话，就是说我不限定在 Windows 上面使用。那其实 Windows 上面使用就是用 IIS， 那不是在 Windows 上面使用就是用这一个它这个另外的就是可以跨平台使用的一个 server 服务。那如果你今天这边选 IIS， 那它就会吃44388的 PO， 我们 play 起来看就知道了。有没有看到44388？所以你今天用 IIS 你就改这里用这个另外一个伺服器跨平台的就改这里。那这两个用起来基本上效果是一样的，所以你就选择你喜欢的就好你喜欢的就好。好，那这个是我们 PO 的设定。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执行的网页，我们要执行哪一支？什么意思？执行的网页是什么？我们按 Play 下去，它会跳出一个页面。那这个页面就是你每次按下去，它都会跳出这个。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专案，我是 Hello World 专案，我应该跳出来是 Hello World， 那我们就要在这边改这个地方就是让取Play 之后的网址应该是要什么要执行什么，所以我们这边可以打好。那不过这个是 HTTPS， 所以我们如果不在意的话就改这里。那你 IIS 的话就要改这里。那我这边就全部都改。好，有没有看到我现在 play 起来，它跳出来的第一个网页就是我刚刚设定的 Hello World 的 API 接口。好，那这边的话就这样子这边的先了解到这边就好了。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那这边我们可能比较常用到的会是这个，我们按右键，然后按管理这个套件。我们有时候很多东西我们绝对不可能是自己写的，那所以说我们会去找一些套件来用，甚至你可能本来就要用微软的东西，但是它不会说一个专案把所有的套件都先载好载满所以这边像我们可能之后会用到这个 SQL Server 的套件我会去再把它下载下来，把它安装起来。那这个时候就是从这个地方去把一些额外的套件把它装回来。好，那这个是这边可能比较会用到的。那我们先跳过 Ctrl 看这个，这个设定是什么？这个设定就是你今天有可能有一些共用的值，你会可能放在这里比如说什么什么东西DB 好了 ，DB 的连线自串，那我们会放在这里。那放在这里有什么好处呢？今天你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程式会需要用到这个自串，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从这个程式大家都来抓这边，就不用说你这个东西每一只程式都写，那你到时候要改就变成每一只程式都要改，那这样就会很累所以通常我们会把东西写在这边，然后大家都去抓这个档的这边，这样你以后要改这个值，就只要改这个地方，大家就同时原本就是抓这个位置。那这个档其实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个开发的模式，这什么意思呢？今天如果你写一个值写在这边，因为你开发跟上线绝对要的值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今天
开发可能要的是 A2， 那正式上线的时候，这个值应该要抓 A1，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写。那这样写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在这个环境按下 Play 的时候，抓的设定档就会是这一个。那当我们把它最后放上伺服器的时候，它就会抓这个值。那我也拿到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专案档，在那边我在那边找老半天，我都已经放到线上了，为什么它还抓这个开发设定档的值？后来发现它在发布的时候把发布模式改成开发模式。我不知道那个专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哦。总之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个专案。好，那接着再往下来看，这个我们先跳过，先来到这里。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有点类似一个设定档的东西，它在这边载入很多设定，那这些设定就是有需要用就载入，那往后我们在这边也会设定很多东西。那这个设定档跟以往上一代 Webform Framework 时代的XML 设定档就很不同，它是用写程式的方式 C# 的方式去做一个设定，那我觉得这样子它其实设定起来会比较灵活一点，因为它除了可以加入一些程式的逻辑之外，它也可以像这样子，如果你不小心打错，就会很明显的 IDE 工具就会告诉你错误，但是你在类似文字档或 XML IDE 工具是没有除错的功能，所以我觉得把设定档改成这样是还蛮不错的决定啊。那最下面我们看的这个这个是它范例档所需要用到的一个 class， 它就直接把它丢在跟目录外面。那之后其实我们用不到，就可以删掉了删掉。它是这个它回传的这个在这里，它回传的这个类别的 class 它把它随便就丢在外面这样子。好，那最后，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算是有点测试你程式用的，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好，我们这边就可以按传送要求。那有没有看到这边的结果？其实就跟我 play 出来在浏览器的结果是一样的。那你说，那我可以在浏览器执行，为什么我需要在这个地方执行呢？因为浏览器只能执行什么东西 get 有没有看到这边是 get？ 那如果我要执行 post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post 是什么呢？我们在 API 这个世界有4个比较常用到的存取方法，第一个就是 get， 第二个会是 post， 第三个会是 put， 第四个会是 delete。那如果我们今天要存取这3个方法的话，浏览器这边是比较没办法直接实现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靠一些工具，比如说你今天如果想用 post， 我在这边就可以把这里改成 post， 那我们传送的要求就会取到这个这个 ID。那我们这边可以简单来做示范一下，我这边就回传一个 post。有时候就会没办法compile了，那我们还是得手动按一下。好，那这边我们就重新的执行起来。那我按传送要求，405，因为这边有个值我没有照它的规定传值，那我先把值拿掉有时候热重载没办法载入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可以有2种选择。第一种，我们关掉 Stereo 再重新进来，因为它就会一直发生。那我变成说这样一直发生的时候，我就要一直人工去 play 它有点累。那我们关掉再重新进来，可能就可以帮我们顺利的热重载。好，那我再传送一次要求，有没有看到它就是回这一只回 post？ 那我把它改回这个 get 之后再传送要求，就是回这个 get 回这一只。所以我们用 get 方法要求的话，就会回这边；我们用 post 方法要求，就会回这一只。那我们在浏览器这边是没办法这样做的不过呢，我们的教学不会用这样子去取我们写的成果，我们会用另外一套 post main
去做，因为 Postman 是有比较完整的界面。这边可以看到，这边我们到时候还会下很多参数，那这边都用手打的，所以有点麻烦啊。那我们会用 Postman 去做这一件事。那当然有些人很喜欢用手打的你就可以用这个。那这个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也可以写好，你之后要测试，比如说你今天有好多支 API， 你今天这里就会有好多个写好的。针对每一支 API 写好对应的参数，那你要去做这个测试就会很快，直接打开之后一测就可以知道说你这些 API 现在有没有故障之类的。好，那这个是这个档案。那不过我们这个课程基本上不会做到一些什么除错或者是测试的，所以这个档案我们这一节课这个课程就比较应该是不会用到，我们都会用 Postman 去做一个成果展示这样子。好，那最后一个新手需要知道的东西就是我们之前都是按这个启动不侦错，那还有另外一个位置就是这里那因为这个很常用，所以它把它摆到外面来了那这边其实也可以按那不侦错就代表说有侦错，那侦错是什么意思呢？侦错就是说，其实你大部分的情况你很熟悉程式的情况下，其实不会用到侦错。侦错就是通常就是你写解发现有个 bug， 你呈现的成果跟你预料的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要去追踪你的程式，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今天好了，我今天写了很多程式也没很多，这边就只能先示范个2行。我写了很多程式，然后写着写着，我发现我明明value to 我可能写 Word， 但是吐出来却不是 Word， 跟我预料的结果不一样，所以我会想要知道value to 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那当然，现在这里吐出来一定是 Word， 一定是没有问题。那就是有时候程式太多了，你想要一步一步的去追踪它值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侦错模式。那我们就来侦错一次看看。好，那我们就按这边来开始侦错。好，那它一开始就停在这个点，是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把开始启动网址都设在这里，所以这个侦错模式就是当你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会停下来让你观察。那我们重新再来一次，我们让它跑完。好，比如说它现在是没事的，我们把中断点设在这边。当我去重新整理这一支的时候，好，它就会中断点，它就会跳回这一支程式，就是你执行到这个位置，它就停下来。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下面有没有看到 value 1的值已经被设为 hello 了，但是到这个时候 value 2还是 null， 那我们就可以先按往下一步走。那到了下一步，其实可以看到 value 2已经是 Word 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知道 value 1会是 hello 这边我们可以看这里。value 1是 hello， value 2是 Word，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模式去逐步执行追踪你要的成果，然后去达到一个侦错的目的。那这个是侦错模式的用途。那侦错模式基本上是你真的想要侦错你再用，因为这很麻烦，侦错模式情况下你是没办法改动的那我们通常在开发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按下启动不侦错。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当我们改完之后，比如说我们这边改完，然后存个档之后，它刚刚有做一个热重载动作，所以我们这边去重新 refresh 之后，值就会立即改变成我们刚刚修改的成果，就立马可以展现。那如果你用侦错的话，就变成你要一直去按它，那这样子开发起来会很累所以我们正在开发中，没有需要侦错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按启动但不侦错去做开发。好，那以上就是新手可能需要先知道的一些这个开发环境的基本知识。那剩下的就是我们有碰到，我会再教，然后你们那时候再了解就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基本环境介绍的影片，谢谢收看。